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大家推荐一本能够触动灵魂、启迪心灵的佳作《杨道深山下牧场》。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娟，一位以细腻笔触和独特视角描绘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的作家。李娟的文字就像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远离尘嚣、充满自然之美与生命奇迹的世界。他以平实而富有诗意的语言，讲述着哈萨克族牧民在深山下牧场中与羊群为伴、与自然共生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牧民的生活，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或许你会问，这样一本看似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和烦恼所困扰，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迷茫。我们渴望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而杨道深山下牧场就像是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著名作家张伟曾这样评价李娟的作品：她的文字世界里，世界很大，时间很长，人变得很小，人是偶然出现的东西。那你的世界很寂寞，人会无端制造出喧哗。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李娟作品的价值。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纯粹的世界，一个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杨道深山下牧场的世界，去感受那独特的魅力吧。一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在杨道深山下牧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哈萨克族牧民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他们深信大自然是有生命的，是值得尊重和敬畏的。这种敬畏之情并非是一种盲目的迷信，而是一种深刻的生活智慧。哈萨克族牧民在深山下牧场中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们随着季节的变化，在不同的牧场之间迁徙，以寻找最适宜羊群生存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始终遵循着自然的规律，不随意破坏生态环境，不过度放牧。他们知道，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得以延续。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地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各种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才能维持生态平衡。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方式，正是对这种生态平衡的维护。他们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和理解，掌握了草原生态系统的规律，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敬畏自然是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人类在面对浩瀚的宇宙和神秘的自然时，往往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和无力。这种渺小感和无力感，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并非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学会敬畏自然，才能真正地理解生命的意义，找到内心的宁静。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敬畏自然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节约用水、用电，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这些小小的举动，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对自然的一种尊重和爱护。其次，我们可以积极参与环保活动，如植树造林、清理垃圾等。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质量，还可以增强自己的环保意识。最后，我们还可以尝试着去亲近自然，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和神奇。比如，周末可以去郊外徒步旅行，去观察各种动植物，去聆听鸟儿的歌唱，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宁静，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敬畏自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可以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还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热爱生活。当我们学会敬畏自然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在书中，李娟描写了哈萨克族牧民在迁徙过程中对草原的精心呵护。他们不会随意践踏草地，不会随意砍伐树木，也不会随意捕杀野生动物。他们知道，这些自然资源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只有保护好它们，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羊群在这片草原上缓缓移动着，像是一片云彩在地面上飘过。牧民们跟在羊群后面，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踩坏了草地。他们知道，这片草原是他们生命的源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这样的描写，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哈萨克族牧民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让我们明白了保护自然的重要性，而坚韧不拔，在困境中坚守信念的力量。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在深山下牧场中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然而，他们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困境中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在深山下牧场中，牧民们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冬天的严寒，夏天的酷热，狂风暴雨、狼群袭击等都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
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坚韧不拔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它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主义、毅力等要素。自我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乐观主义是指一个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毅力是指一个人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的能力。哈萨克族牧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培养了强烈的自我效能感，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各种困难，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值得坚持的，同时他们也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们相信，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迎来美好的明天。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坚韧不拔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在困境中，人们往往会思考生命的意义，寻找人生的方向。哈萨克族牧民在面对困难时，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那就是对自由、对生活的热爱。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不断前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能在面对困难时有坚持下去的动力。其次，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要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着把困难当作成长的机会，把挫折当作成熟的标志。最后，我们还可以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一个人独自承受，可以向家人、朋友、同事等寻求帮助。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坚韧不拔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加勇敢和自信，可以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更加坚定和执着，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在书中，李娟讲述了许多哈萨克族牧民在面对困难时的故事，其中有一位老牧民在一次暴风雪中，为了保护羊群，不幸被冻死。他的家人虽然悲痛欲绝，但并没有被困难所打倒。他们继承了老牧民的遗志，继续在深山夏牧场中生活。暴风雪肆虐着，狂风卷着雪花，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羊群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牧民们紧紧地抱着羊群，用自己的身体为他们遮挡风雪。那位老牧民在风雪中艰难地前行着，他的身影在风雪中显得格外高大。这样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哈萨克族牧民的坚韧不拔，也让我们明白了在困境中坚守信念的重要性。三、珍惜当下，享受生活的每一刻。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却懂得珍惜当下，享受生活的每一刻。他们在草原上放牧、唱歌、跳舞、喝酒，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美好时光。在深山夏牧场中，牧民们的生活节奏缓慢而悠闲，他们没有繁忙的工作压力，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没有各种现代化的娱乐设施，但是他们却拥有着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快乐。他们珍惜着每一个日出日落，珍惜着每一次与家人团聚的时刻，珍惜着每一个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珍惜当下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它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放松身心，提高幸福感。当人们专注于当下时，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珍惜当下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生命是短暂的，人生是无常的，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也无法改变过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享受生活的每一刻。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珍惜当下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首先，我们要学会放下过去，展望未来。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也不要总是担忧未来的事情。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集中在眼前的人和事上。其次，我们要学会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比如品尝美食、欣赏美景、聆听音乐、与朋友聊天等。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其实都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瞬间。最后，我们还可以尝试着培养一些兴趣爱好，丰富自己的生活，比如阅读、绘画、摄影、瑜伽等。通过这些兴趣爱好，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找到内心的宁静。珍惜当下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加乐观和坚强。在书中，李娟描写了许多哈萨克族牧民享受生活的场景。他们在草原上放牧时，会唱着悠扬的歌谣；他们会在夜晚的篝火旁跳舞、喝酒、聊天；他们会在闲暇时骑着马儿在草原上奔驰，尽情地享受着自由和快乐。草原上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牧民们坐在草地上，悠闲地晒着太阳。羊群在不远处静静地吃着草，偶尔发出几声咩咩的叫声。牧民们一边喝着奶茶，一边聊着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样的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哈萨克族牧民对生活的热爱，
也让我们明白了珍惜当下的重要性。4. 团结互助，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关键。哈萨克族牧民在生活中非常注重团结互助，他们深知在艰苦的环境下，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在深山橡木场中，牧民们的生活离不开彼此的帮助和支持。无论是放牧、迁徙，还是抵御自然灾害，他们都会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是群居动物，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才能生存和发展。团结互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行为准则，它可以增强群体的凝聚力，提高群体的生存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团结互助可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如归属感、尊重感、成就感等。当人们得到他人的帮助时，会感到温暖和幸福；当人们帮助他人时，也会感到满足和快乐。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团结互助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关怀。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只有当我们学会团结互助，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培养团结互助的精神，可以帮助我们构建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首先，我们要学会关心他人，关心他人的生活、感受和需求。当我们看到他人遇到困难时，要主动伸出援手，给予帮助。其次，我们要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在工作中，我们可以与同事们一起合作，完成各种任务。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与家人、朋友一起合作，共同解决各种问题。最后，我们还可以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如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可以更好地与他人交流互动，建立更加深厚的人际关系。团结互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加勇敢和坚强。在书中，李娟讲述了许多哈萨克族牧民之间团结互助的故事。有一次，一位牧民的羊群被狼群袭击，其他牧民得知后，纷纷赶来帮忙。他们一起驱赶狼群，救治受伤的羊群，最终成功地保护了羊群的安全。夜幕降临，草原上一片寂静。突然，一阵狼嚎声打破了这份宁静。牧民们听到狼嚎声后，纷纷拿起武器，赶往出事地点。他们一起与狼群搏斗，最终成功地赶走了狼群。这样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哈萨克族牧民的团结互助，也让我们明白了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杨道《深山橡木场》这本书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坚韧，感受到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描绘的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更在于它所传达的深刻的人生哲理。它教会我们敬畏自然、坚韧不拔、珍惜当下、团结互助。这些宝贵的品质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尤为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抽出时间，认真地阅读这本书，去感受那深山橡木场的独特魅力，去领悟那蕴含在其中的深刻人生哲理。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将书中的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生活就像一场旅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阳道上行走着，无论前方的路途多么艰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有信念、有希望，就一定能够到达幸福的彼岸。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生的阳道上勇敢前行，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谢谢大家。